为什么爱宝刚回来室内，去室外的通道门就又打开了？刚来园区的依依带着不解看向打开的通道门口，不一会儿，身上沾满糖粉的瑞宝屁颠屁颠的从通道门里走了出来。而就在刚才，爱宝在室外一挑二，爱宝一边防着眼前的瑞宝，还要扛着背后的辉宝。爱宝先是一巴掌给瑞宝拍懵，接着给辉宝一个背摔，姐妹俩齐刷刷的摔下了斜坡。瑞宝、辉宝现在联手都不是爱宝的对手。爱宝转身不是抱歉，而是姐妹俩还得再练，将爷爷的这场雪算是下的刚刚好。这2天的大太阳配上着清凉的雪地，暖洋洋又凉爽爽，让爱宝跟姐妹俩玩得不亦乐乎。爱宝玩累了，回家前走前还给通道门口打上了标记，这是野生动物的本能。为了保护瑞宝、辉宝的安全，将自己气息留在这里，敌人就不敢过来碰自己的孩子。爱宝回去后就开始吃竹子了，而瑞宝这里紧跟其后，看到妈妈回去了，自己也跟了上来。不过走到通道门口时，瑞宝又停了下来，等辉宝。辉宝听到姐姐的呼喊声后，很快就跟了过来。辉宝在通道门口甩了甩自己身上的糖粉，然后接着又出来了。而瑞宝这里也突然跟跳了出来，姐妹俩明显都还没玩够。而江爷爷就在旁边看着，也没做出对瑞宝、辉宝干预的动作，任凭瑞宝、辉宝继续玩闹，甚至还想一起加入进来。不过江爷爷不是宋3岁，有点难以融入瑞宝、辉宝。这要是宋3岁，怕是要和瑞宝、辉宝一起躺地上打滚了。瑞宝这里玩了一会儿也累了，而辉宝则是越玩越起劲儿，一会儿只能江爷爷来接了。江爷爷想用自己吸引辉宝，假装跟辉宝玩雪，接着往家跑，想引辉宝来追自己。不过辉宝根本不上当，而已经回室内的瑞宝已经开心的和妈妈吃起竹子了。依依早上一来，园区就遇到永宽和姨母一起在树下商量着什么。这时姨母拿着一个雪块走向了正在树上躺着的瑞宝。姨母问瑞宝要不要下来玩会儿雪，还有妈妈和妹妹都去室外了，要不要也去室外？瑞宝小头一歪，根本没有在听姨母的话。姨母在树下感觉自己有点对牛弹琴了，转头看向永宽想要求助。永宽此时同样的一脸无奈与不解，根本帮不上忙。姨母将雪块放在了瑞宝的树下，转身离开，走向永宽寻求对策。而瑞宝低头看了一眼姨母放下的雪后，依旧是小头一歪，谁都不爱，一副你们又能拿我怎么样的姿态。而永宽和姨母还没放弃呢，还在一旁探讨着什么，但探讨一阵，最后就是放弃。而瑞宝看到爷爷和姨母走了，状态也明显放松了，又可以偷懒一上午了。而此时辉宝则正跟妈妈在室外努力营业。辉宝一早就来到了树上晒太阳，给自己补补蛋，同时看着小脑袋，近距离看着妈妈在树下吃播。看了一会儿，辉宝坐起来跟姨姨们讲，自己保证妈妈没有假吃。一会儿爱宝吃饱了，头也不回地走向了通道门口。辉宝看到妈妈又想丢下自己，赶紧从树上下来。爱宝丢娃已成习惯，但辉宝得自己顾好自己。辉宝从树上下来，立马跟上妈妈，妈妈走哪儿自己就走哪儿，不然哪天妈妈真给自己弄丢了，都找不到人说理去。瑞宝被辉宝的巴巴雨砸了脑袋，瑞宝这时正打算往树上爬呢，突然有东西从树上掉落下来。瑞宝心想，这是天花板漏了吗？瑞宝抬头的一瞬间，看到是辉宝在铲青团，而青团也刚好全砸在了瑞宝的头上。这画面神似当年福宝在树上趴着铲青团，老宋头在树下接的样子。不过瑞宝是用脑袋接的，瑞宝被辉宝的青团砸得一时失了神。瑞宝回过神来后，立马从上面下来逃走。今天姐妹俩没有别的事儿，就是跟在妈妈屁股后面不断捣乱。妈妈想回家，姐妹俩就在后面跟着。宋3岁见了这场景，根本不敢开门，这才大中午的就都回家了，会导致园区没人营业的。于是爱宝又趁姐妹俩还没反应过来的功夫，走去了去往室外的通道门。姐妹俩反应过来后，瑞宝爬上了树，辉宝则跟上了妈妈。辉宝堵在门口，表示妈妈出去自己就出去，不能搞区别对待。老宋头见状，只能先让辉宝进去了。辉宝进去后，老宋头拿来小苹果给辉宝哄骗了出来。辉宝永远都抵挡不住小苹果的诱惑。不过等辉宝吃完小苹果后，反应过来了，发现自己是被骗了。辉宝在心里记下了。一会儿，宋3岁再次来到园区时，辉宝开始玩命的追赶复仇，这给老宋头追的都没法工作了。老宋头这时给回家的通道门打开了，打算给辉宝关回家待一会儿，等自己打扫完了再给其放出来。一会儿通道门再次打开时，辉宝走出来也没有了刚才那股冲劲儿。辉宝自己乖乖走去了小木床上，坐在妈妈固定吃竹子的位置，小手拉过竹子来，乖乖在小木床上吃起了竹子。是已经不知道瑞宝第几次不想去室外了。这次江爷爷换了个路子来叫瑞宝，
江爷爷带了个小跟班过来，江爷爷走在前面，辉宝跟在爷爷屁股后面。爷孙俩打算合力给瑞宝叫起来，去室外晒晒太阳。江爷爷尝试完，接着让辉宝上。养兵千日，一时，江爷爷走去一旁偷偷看着。不过辉宝没太懂爷爷的意思，辉宝以为爷爷是让自己乖乖吃饭的。辉宝像模像样的坐在小亭子上吃起了竹子。江爷爷眼瞅自己这兵带的不行呀，只能自己亲自上场。不过在那之前，江爷爷先是拿出手机记录了一下辉宝这自己乖乖吃饭的模样，同时一边夸赞着辉宝真是不过辉宝这吃饭习惯不像爱宝，而是像乐宝，因为辉宝喜欢吃竹筋，乐宝也是喜欢吃竹筋，而爱宝则是喜欢吃竹叶。辉宝吃的是真香，姨姨们越看越觉得有食欲。江爷爷实在抵挡不住辉宝的可爱了，转身走回房间，给辉宝带了一块胡萝卜过来，顺便趁机揉一揉辉宝。这画面可爱的不得了。一会儿江爷爷走了，辉宝在这里吃的也差不多了，自己起身给自己换了一个位置，然后拿起竹子继续吃。辉宝给自己换到了小床上的树墩上，而瑞宝这里就这样一直睡。辉宝这小坐姿，一边手拿竹子，一边脚蹬小树，悠闲的很。就在辉宝舒舒服服的吃竹子时，爱宝回来了。爱宝这趟在外面可坏了，小床上的胡萝卜都没着急吃，而是先来到饮水盆前喝了些水。等解决完口渴问题后，爱宝折返回了小床旁，将奶爸准备的胡萝卜给吃掉了。要是再晚点被辉宝发现了，胡萝卜就危险。要不说乐宝是瑞宝辉宝的爹呢？论整活，瑞宝辉宝永远都是孩子辈，这个操作谁看了不迷糊？而今天的室外园区，瑞宝辉宝都出来了。不过瑞宝虽然出来了，但灵魂还在室内。瑞宝出来也和在室内一样，在树上趴着，一点想营业的心也没有，只想安静的在树上躺着。辉宝这里这时正在饮水盆前喝水，喝完水，辉宝不想让其他人喝了，于是踩到里面给自己洗了洗脚。这个行为和他福宝姐姐小时候一样调皮。而这时瑞宝在树上趴了一早上，姨姨们总算等到了他下树的样子。一会儿，江爷爷也来了。江爷爷趴在望蒲石上望着瑞宝辉宝。突然园区被按下了暂停键，这一家三口一动不动了，尤其是瑞宝。瑞宝头还没转过来呢，瑞宝见妈妈不动，自己也不敢动。辉宝见姐姐不动，自己也不动。爱宝看着姐妹俩都不动，自己也不知道该不该动。一家三口盯着同一个方向，像是在1、2、3木头人。而江爷爷看着这一家三口都不动，也不知道该不该动。大熊猫对环境的感觉能力很强，任何一点陌生的声音都会引起他们的高度警惕。暂停游戏结束，爱宝刚好这时也吃饱了。爱宝带着姐妹俩回家，但没想到在小孩时又惨遭毒手。辉宝率先跑回园区，第一时间就开始翻找妈妈的竹子堆。这次真从竹子堆里翻找到了小零食，不过爱宝接着跟了回来。辉宝看到妈妈来了，就赶紧把胡萝卜全部藏进了围。爱宝检查过后没看到胡萝卜，就以为是辉宝全部吃光了，便没再追究。而等妈妈一走，辉宝就又把胡萝卜拿了出来，慢慢咀嚼。但这个行为被瑞宝看到了，瑞宝毫不留情地咬住胡萝卜，就从辉宝手里抢了过来。姐妹俩相互抢来抢去，都想吃这块胡萝卜。而江爷爷看到这场面也不敢上前，姐妹俩要是毛了，再吓到爱宝，自己可能会有危险。接着辉宝给瑞宝压到身下，又从瑞宝嘴里给胡萝卜抢了回去。一块胡萝卜，姐妹俩从小床上一路抢到了小泳池旁，但是瑞宝的小聪明更多一些，最后还是让瑞宝吃到了这块胡萝卜。